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生前终极大结局，米兰身亡，文叶明大反转，诚意大哥才坤吴。先上两句我最喜欢的两句台词。谍报工作是紧张的、刺激的，甚至带着血色的浪漫，但是浪漫的背后是谎言、阴谋、杀戮和背叛。此时我想到了另外一部剧《风筝》，周志前被捕，然后终于在时隔多年之后，在自己人面前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郑耀先。不过不是那个军统的鬼子六，而是我党的潜伏人员。负责审讯的人员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而该剧在经过20多集的铺垫之后，终于迎来了真正的高潮。摘下眼镜，他又从周志前变成了郑耀先，往事徐徐道来，眼泪再从他的脸颊上短短存在了几分钟，旋即他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因为郑耀先知道他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从深度到质量上，或许正在热播的生前还远远无法同风筝做比较，但在某些情节上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深深的悸动，或许也算得上是一部成功的谍战作品了吧。很快生前就将更新过半，而剧中的各大悬念也将逐渐揭晓，因此我们不妨对大结局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与前瞻。第一，鬼撤。米兰有问题，这在他一出场时大家都能猜到了，只是他到底是不是日本间谍鬼撤还存在一定的怀疑。终于剧中已经明牌，他就是鬼撤。米兰原名工藤玲子，在接受了严格的特工训练之后，直接受冈村宁次的领导。因后者信不过宗方，于是就派鬼撤来夺取云鸿深手中的密码本。他会被策反吗？云家大哥云鸿奇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在拉着米兰时竟让后者感动到流泪。这一次显然不是出自特工的伪装，实际上并不会。利用和云家兄弟的关系，尤其是利用和云鸿奇的情感，鬼撤一步步获取信息，但他终究还是没有骗过云鸿深，被他和文叶明两人联手击毙。第二，大哥。大哥这个人物很奇怪，就目前的剧情看来，他除了有一些莽直之外，对于米兰还是一副恋爱脑的模样。云鸿奇的出现只是为了活跃气氛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导演和编剧塑造这个人物就有点太弱了吧。事实上，大哥肯定还有反转。咱先捋一捋他近期主要做了什么事。其一，和弟弟云鸿深辗转腾挪，不断躲避日本间谍和军统的追击。其二，一副恋爱脑的模样，和米兰走得很近，甚至是大有一副非米兰不娶的模样。就咱前面的分析来看，他真是如此单纯的话，就是剧中的一大败笔。而云家大哥云鸿奇一定还有第二重身份，至于这个身份是什么，咱们下面细说。第三，谁是坤吴？就目前看来，谁是坤吴是生前整部剧中最大的悬念了。咱们先来简单总结一下已经获取的信息。其一，云木之诈死，坤吴推断出来并设局试探，说明他不是知情人，因此黄雀、杨叔等人就可以排除。其二，能够策反曲文志，且能实时获得军统动向，说明他应该在军统内职位不低，或者有职位不低的人作为线人。其三，坤吴发电说死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说明坤吴想要云鸿深进入军统。文叶明和凌寒对此持反对意见，因此是坤吴的嫌疑已经无限小了。其四，李良暴露，且看起来是坤吴故意暴露，然后让军统重庆站上上下下把内奸的身份都推到李良身上去。而东窗事发后，
李良当众说自己有朱副站长受贿的证据。正因此，朱副站长是昆吾的嫌疑也可以基本排除。一个能在军统内部潜伏多年的老牌特工，不会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因为万一玩脱了，顶头上司真拿自己受贿这一点把自己办了，该怎么办？按照谍战剧设置悬念的规矩，此时的昆吾一定是一个已经出过场的角色，那么谁才是呢？悬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站长柯敬平，另外一个就是大哥了。还有人猜是云家老太太的，那就纯属开玩笑了。首先，军统重庆站站长柯敬平符合上面所讲的任何一项，也是他最初想让云红深进入军统的。但我想说，他只是导演和编剧抛出的烟雾弹罢了。一是为了迷惑观众，二是在国产谍战剧中几乎还从未在这个级别上出现过日本间谍的设定。真正的昆吾是大哥，别不相信，在长沙潜伏的日谍中，他级别最高。他知道鬼彻的身份，鬼彻却不知道他的身份。他首先命令鬼彻以情感接近云家兄弟，而自己顺水推舟，利用一副恋爱脑的样子瞒过了所有人。云红旗是昆吾，他虽不是军统中人，却利用李良得知军统内部的消息。而在主动献祭李良后，他留在军统湖南站，还有一枚重要的棋子凌寒。其实早在云木之生前，他就觉察到了自己苦苦寻找的昆吾，或许就在自己的身边，只是并不确定。这也是为什么他留给云红深的东西要打哑谜一般，而不是只给云红骑士昆吾。还有一条铁证，在官方海报中有2张隐藏了重要信息，一张是云红深和文叶明两人一坐一站，手中都有枪，暗示2人将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另外一张是云红旗和米兰，米兰持枪在门外警戒，而云红旗则拿着一份绝密的档案，严肃且紧张地扭头看向一边，并且最早漫画上日本女人领着的2个孩子，一个女孩是米兰，而那个男孩正是云红旗。可悲的是，真正的云红旗已经被昆吾所替代。